先说结论，这次 GME 财报前最蠢的动作不是看多，也不是看空，而是你以为自己在赌方向，实际上你是在给期权做市场送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家公司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人脑子里那个2021年版本的 GameStop 了，它也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零售股，现在更像一个很奇怪的混合体，一边是一个还在持续萎缩的实体零售壳，另一边是一个账上躺的巨额现金，管理层又拥有极大资本配置自由度的资金池。而这次财报真正决定股价的不是游戏卖得多不多，而是市场会不会相信 Ryan Cohen 手上的这把钱终于要动了。先把最硬的事实摆出来， GameStop 已经确认会在美东时间3月24号收盘后公布第四季度和2025财年业绩。上一份正式季报，也就是截至2025年11月1日的第三财季，公司的现金等价物和受限现金合计大约是78亿6560万美元，而截至2025年12月初，流通股大约是4亿4800万。这意味着单看账上这部分现金和受限现金，摊到每股大约是17块5毛多，而 GME 在3月20日的收盘价是22块5毛7，也就是说，市场现在给它的估值并不是现金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，而是在每股现金基础上额外给了一层溢价。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 ：GME 现在的核心不是经营反转，而是资产负债表反转。过去2年 ，GameStop 通过多次融资，把自己从一个市场眼里随时可能继续恶化的实体零售商，硬生生变成了一个现金很多但主业还没讲明白的特殊标的。2024年6月，公司完成7500万股 ATM 增发，募了大约21亿3700万美元。2024年9月又完成一轮 ATM。2024年前3季度净筹资超过34亿美元，到了2025年6月，公司又完成了22亿5千万美元的零息可转债发行。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这70多亿现金，不是经营自然长出来的，很大一部分是市场情绪高的时候，管理层借着高股价融出来的。这就是 Ryan Cohen 最重要的一步棋，不是把零售业务突然做活，而是先把公司从会不会死这个问题里拉出来。所以这次财报你要看什么？我直接说，不要先去看那些最表面的东西，不要一上来就盯着 EPS 是不是超预期，也不要一上来就盯着门店卖了多少游戏光盘。这些东西当然重要，但他们不是决定这只股票中线定价的第一变量。第一变量是什么？是管理层准备怎么用钱。因为公司在最新年报里已经写得很清楚，董事会修订后的投资政策允许他把资金投向现金类工具、固定收益、在美股交易所上市的权益证券，甚至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某些加密资产。换句话说， GME 现在不是只能被动吃利息，它是有资格主动做配置的，而且这个配置权基本集中在 Ryan Cohen 和董事会投资委员会手里。所以财报会、电话会、管理层措辞才是这次真正的雷区和真正的催化剂。我们把 GME 拆开来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它现在其实是2家公司被硬缝在一张股票代码下面。第一家公司是那个大家熟悉的旧 GameStop， 它的问题没有变，线下游戏零售是一个长期逆风行业，主机数字下载比例越来越高，实体软件的渠道价值越来越低。公司自己在年报里也承认，它面对的是沃尔玛、塔吉特、百思买、亚马逊以及索尼、微软、任天堂这些平台型对手的夹击。更现实的是，公司2024财年净销售额只有38亿2300万美元，同比又掉了 27.5%。截至2025年2月1日，全球门店数量从4169家降到3203家，一年净关了970家，其中美国就关了590家。管理层还明确说，2025财年预计还会继续关闭相当数量的门店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它的零售业务不是在扩张，而是在尽可能快的收缩、止血、保利润。这一段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很多散户最容易犯的第一个误判，就是把亏的没以前那么惨，误以为业务反转开始了。不是，这2件事不是一回事。关店、裁员、砍费用，确实能让利润表短期变好看，但这不等于需求端回来了，也不等于护城河回来了，更不等于市场愿意给你高成长估值。所以这次如果财报出来，利润还行，但收入继续弱，你不要被表面盈利冲昏头。市场第一反应大概率还是会问一句，这个盈利到底是业务本身变强了，还是只是因为你把公司缩小了？第2家公司是现在真正撑住 GME 下线的那部分，就是它的金库。截至上一季末， GameStop 的现金等价物和受限现金合计接近78亿7千万美元，而上一季单季净销售额只有8亿2100万美元。你会发现一个很荒诞的对比，他账上的钱
已经接近它将近10个季度的当前销售规模，这已经不是传统零售股的资产结构了，这更像一个壳子里装着一大笔弹药。而且在高利率环境下，这笔钱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只放在短债和高流动性工具里，也会不断产生利息收入。公司2024财年的利息净收入就已经达到1.6340亿美元。所以很多时候 GME 的盈利不是来自主业重新伟大，而是来自它终于很有钱。这就是市场最纠结的地方，一边它主业不性感，一边它又真不穷，所以多头和空头看到的是2张完全不同的脸。空头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说，这就是一个不断萎缩的实体零售商，现金多只是暂时，钱花错了照样完蛋。而且你现在股价还高于美股现金10几个点到20几个点，那说明市场已经给了你希望溢价。如果希望落空，这个溢价就会被压掉。多头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说，只要账上的钱还在，公司就有极强的生存能力。而且一旦 Ryan Cohen 真拿这笔钱去做一笔市场认可的收购，或者做出高赔率的资本配置，股票就会被从烂零售重新定价成有资产、有筹码、有叙事的新东西。散户最容易怎么误判？最容易误判成一句话：反正他有现金，跌不到哪去，所以闭眼埋伏财报。这句话的问题在于，现金是底，不是催化剂。现金能告诉你它不容易死，但现金不能自动告诉你它马上要涨。这里再往下拆一层，为什么这次财报方向比平时更难读？因为市场真正交易的不是好不好，而是有没有超出已经写进股价里的那部分想象。目前外部预期大致是这样，有分析平台预计 GameStop 这次季度每股收益大约是37美分，营收大约14亿7千万美元左右。同时，基于期权价格，市场对财报后的隐含波动定价大概是正负8%。这句话翻成人话就是，做市商已经提前把财报后可能大涨也可能大跌这件事卖给你了。你现在去裸买财报周的 call 或 put， 不是在用低价买波动，你是在用高价买一张已经很贵的彩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头说，最蠢的动作不是看多看空，而是裸买末日期权。很多人会说，我就赌他爆一个大雷，也有人说，我就赌 Ryan Cohen 在电话会上讲一个大故事。问题是，哪怕你方向猜对了，也未必赚钱，因为财报前的期权价格里已经塞满了波动溢价。财报一出，最大概率发生的事情之一，不是股价先怎么走，而是 IV 先砸下来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IV crash。你方向只要没超出市场预期足够多，哪怕股价往你想的方向动了一点，期权也可能因为引波塌陷，直接把你的盈利吃掉。这不是技术细节，这是财报交易里最常见的散户收割机。所以财报前更合理的思路是什么？我分3种人说。第一种，你是想赌财报，但手里没仓位的人，我的判断很明确，不要裸买单边末日期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低预期、低波动、错了损失有限的局，而是一个预期混乱、叙事太多、期权太贵的局。这种局方向判断难，赔率还差。你表面上是在追求暴富，实际上是在拿最差的盈亏比做最刺激的动作。如果你非要参与，坦白说，更像样的思路反而是等财报出来以后再做。看什么？看3件事：第一，收入到底有没有止跌迹象；第二，管理层有没有讲出更明确的资本配置计划；第三，财报后如果股价不涨反跌，跌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主业继续烂，还是因为市场对现金怎么用仍然不买账？这3件事搞清楚，再决定要不要跟比你现在闭眼埋伏胜率高得多。第二种，你是偏中性，愿意接正股，而且手里有足够现金的人，这种人看 GME， 重点不是会不会一夜翻倍，而是在哪个价位接，赔率开始对我有利。如果你真的认可他账上大额现金提供的安全垫，那么你考虑的应该是等市场因为财报失望，把情绪先杀一轮，如果股价快速向美股现金值方向靠近，再决定要不要接。我这里说的是逻辑，不是点位指令，因为美股现金大约17块5毛多，只是基于上一季末的静态数字，而且里面还包含受限现金，不等于完全可自由动用，但它至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尺子，就是22、23块这个位置，并不等于便宜到没有争议。现在这个价格相比上一季末的美股现金，仍然有接近3成溢价，所以你如果想埋伏，至少要知道自己埋伏的不是纯现金壳，而是现金壳加上对 Ryan Cohen 的想象。第3种，你是已经持有正股，而且还被套的人，这种情况下，我的看法也很直接，别指望这次财报给你表演一个童话结局，除非管理层扔出真正超预期的资本动作，或者释放出足够具体的新叙事，否则这次财报更大的概率不是让所有套牢盘原地解放，而是继续强化市场对它主业不好但现金很多的认知。这种认知会让它很难像高成长股那样被猛拉估值，所以正股持有者更应该关注的不是这次能不能一把解套，而是现金池有没有被乱花，主业出血速度有没有继续放缓，管理层是不是终于开始把有钱转化成有明确方向。只要这3点没坏， GME 至少还是一个没那么容易死的标的。没那么容易死和马上值得追
是两回事。还有一个误判提醒，我一定要单独说，很多人喜欢把 GME 继续当成散户信仰股来看，这在情绪上可以理解，但在交易上很危险，因为2026年的 GME 跟2021年的 GME最本质的差别在于，当年交易的是逼空机制，现在交易的是资本配置能力。当年空头仓位结构是主角，现在 Ryan Cohen 怎么用钱才是主角。你还用老剧本去做新股票，结局大概率就是认知错配。所以这次财报真正值得盯的信号，我帮你压缩成3条。第一，收入，如果收入还在掉，而且掉得比市场想的更快，那说明零售这条腿还在继续失血。第二，利息和投资相关收益，如果利润主要还是靠账上资金的被动收益撑着，那市场会继续把它当成金库包着零售壳。第三，资本配置表态，如果管理层还是模糊，说要继续评估机会，继续优化结构，继续寻找方向，那市场未必买账。但如果他真的给出更清楚的收购、投资或配置路线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才是最有可能改变估值框架的那一下。最后做个总结， GME 现在不是圣战，也不是信仰，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博弈标的，盒子里装着一个越来越小的零售业务，上面压着一层巨额现金，而市场给不给更高估值，取决于管理层能不能把有钱变成会用钱。所以财报前我的态度很简单，没仓位的不追单边末日期权，有仓位的不幻想财报自动拯救一切。真正想做这只股票的人，盯现金，盯收入，盯 Ryan Cohen 的资本动作，别被情绪带着跑，更别把高 IV 期权当成通往财富自由的捷径，那往往是最贵的一条路。留给你的问题是，一家公司如果主业还在萎缩，但账上堆满现金，你买的到底是它的未来，还是你对管理层的一次投票？我是3元，我们下期见。